尹锡悦的6个小时戒严，我们看到国际媒体也纷纷有报道，包括你看到 Sky News，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哦，他说尹锡悦将付出政治代价。另外，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很敏感，也立刻有反应哦。冲击了啊！那南韩急设354亿美元基金护盘啊！你也可以看到，刚刚乃金也说到了，韩国最大工会很生气哈，号召无限期罢工，直到尹政权终结，直到你下台为止。如果你知所进退，你现在就应该要离开。CNN 预言尹政权没落哦，这个全球大概都是这样子的论调。而另外呢，美国到底事先知不知道呢？哈。尹锡悦宣布戒严，没有事先通知。南韩解严，让美国松了一口气。幸好6个小时就落幕了，所以美国人说嘎仔。哈，美国国务院说尹锡悦没有事先通知，所以呢，应该获得遵守。我们先来看看相关的报道。今天他被弹劾了。史上最短戒严令解除，执政的国民力量党代表韩东勋周三一早紧急召开会议，要求总统尹锡悦退党。한 대표는 최고위원 다수도 이에 공감했다며 탈당 요구를 공론화했는데요. 尹锡悦请假神隐，身边幕僚却纷纷请辞。 비상계엄 사태로 대통령실의 실장과 수석 비서관이 일괄 사의를 표명한 것으로 알려졌습니다. 政府部门接连召开紧急会，从军方指挥官会议到经济部长级会议，就是为了稳定民心。一夜之间，尹锡悦的支持率只剩17%。他宣称戒严是为了铲除亲北韩势力，一意孤行，背后恐怕还有其他原因。 이재명 대표와 민주당은 삭감 예산 날치기 처리에 대해 대국민 사죄를 하십시오. 그리고 감액 예산안을 철회하십시오. 外界推测，尹锡悦决定戒严的关键是在野阵营持续掌握优势国会，阻挡各种预算，还接连发动22次弹劾案，宪政秩序大乱。加上尹锡悦爱妻丑闻缠身，一气之下大翻桌。 더불어민주당은 검사 탄핵을 통해 검사도 잘못하면 처벌받는다는 상식을 보이겠습니다. 共同民主党宣布要对总统尹锡悦、行政安全部长李祥敏以及国防部长金永贤等3人发动弹劾程序，更计划以内乱罪告发尹锡悦与2名政府部会首长。好，美国总统拜登今天也被记者问到这一题，来看我们来自华府的报道。Mr. President, anything on South Korea? Martial law? Just getting briefed on it. Just getting briefed. I haven't heard anything. 美国总统拜登正访问非洲安哥拉，被南韩总统尹锡悦突发戒严令杀得措手不及。 美国国务院表示，没有事前获得尹锡悦方面的通知，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南韩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根据华府消息，截至4号中午为止，拜登跟尹锡悦还没通电话。纽约时报指出，这是美韩同盟数十年来最严酷的考验。对于国际反民主浪潮下推动全球民主外交的拜登政府，更是讽刺。 Changes to U.S. force posture with the number of troops we have in.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s, to my knowledge. 很快的，尹锡悦宣布解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欢迎尹锡悦总统在南韩国会否决戒严后，依宪法撤销戒严令，期待政治分歧依照法治和平解决，重申支持基于民主法治原则的美韩同盟。So we are watching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OK with grave concern. We're seeking to engage our ROK counterparts at every level, both here and in Seoul. I do want to underscore that our alliance with the ROK is ironclad. 一夜过后，南韩国会外头还聚集示威者，社会运作逐步恢复正常，没有再现武装力量。来，请教学姐。 很难想象，在2024年的今天，还会经历昨天晚上这6个小时的风暴，尤其对8年级生的我来说，更凸显这点，更难，更觉得太奇怪了。因为可能过往大家在韩剧里面看到会有很多政治剧，然后很多国会剧，大家会在韩剧里面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场景。那当然美剧里面其实也很多啦。那我们过往都会觉得说，这只会在戏剧里面发生，没想到在昨天的6个小时里面，完全发生了这些事情。当我第一时间看到手机推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我正在釜山
出差的同学们，问他说：“其实现在新闻已经在讲戒严了，而且台湾新闻看起来好像还蛮严重的，那你们那边怎么样？”他说：“釜山的街上其实一切如常啊，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看起来好像是戒严的这种感觉。那甚至到隔天早上，在菜市场里面，大家也都还是正常如常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对于韩国的自由民主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啦。那甚至在今年的8月，其实我们跟着交通委员会到首尔去参访的时候，当地人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南韩现在面对到的跟我们一样，就是疫后的复苏，经济应该要怎么样再重新来过。那所有民生的问题，大家都非常非常希望可以被解决。可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电视政论节目上面不断的在讲第一夫人的包包的丑闻啊，或者是可能在讲到我们现在这个尹锡悦他过往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些总理、总统等等的来针对民生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所以他们在基层的生活觉得很苦，但完全没有人看到。甚至在每一次的政治问题上面，北韩这2个字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关键字。那在北韩不断骚扰边界有一些动作的同时，在选举的过程之中，大家也会把它拿出来当成一个炒作的话题，但是没有人在讨论民生的问题。这反而是一般韩国人民觉得最应该被解决，但却没有被政治人物看到的。所以尹锡悦今天就算请假，我想他也只能逃避1天呐。接下来还有后续的一些政治风暴需要他去面对。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左老师哦，这个有人说尹锡悦被美国丢包了哦，我们看到包括五角大厦现在宣布推迟跟南韩的核威慑的会议以及演习，本来他们两边是很紧密的，而且大家知道尹锡悦对美国是有点这个言听计从吧哦，非常的这个同盟的紧密同盟，所谓美韩同盟，现在有严酷的考验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包括我们台湾，如果讲到我们台湾这里哦，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区域的安全？第一个，我认为美国跟这个韩国的同盟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在拜登政府任内呢，其实韩国是拜登最重视的盟国之一，他也把这个促进美日韩3方合作呢，视为他最重要的一个政绩。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像昨天你看，如果比较昨天美国政府的发言跟2014年泰国政变时候美国政府的发言，其实有很大的落差。那泰国政府在泰国2014年政变的时候，美国是当场予以谴责，然后呢，他就是呼吁他的公民不要去泰国旅游，然后呢，甚至停止了军售，还有相关的训练。那昨天的话，他其实没有谴责，也没有当然没有支持哦。那只有这个坎贝尔他说表示很严重的关切。那到今天他们就说松了一口气，所以基本上他没有任何的负面的词汇，只有表示说很担心。第二个就是说，你看到就是现在他停止的这个就是核咨商啦，或者说这个相关的演习，因为他的代表就是双方的出面的这个牵头人，韩国这边是副国防部长，那美国这边是他的这个副国防次长国防部的次长。那因为现在现在这个韩国上兵死亡那个事件刚刚开启调查，那目前被调查的是前任的国防部长，就是到今年9月之前仍然担任国防部长的这个李钟燮。然后呢，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国防部长因为涉入这个戒严的事情，可能也要去职。那整个这个调查的案件呢，会使得国防部很难有效去执行现在这个核咨询。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停止是跟国防部内部的人事调整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来请教这个律师。是，其实看南韩现在的状况哦，南韩国会在野党已经宣布要提案哦，6大在野党共同提案，然后是要在今天提案，然后要求在6号或7号72小时之内要表决。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哈，南韩对总统的弹劾是要有1/2以上的这个1/2以上的议员提议啊，那150席这没有问题，因为他在野党本来就有170席，最大的在野党。好，那他的执政党其实只有108席啦，要通过要经过2/3的执政党的同意，2/3的国会议员同意，国会只有108席，执政党只有108席的情况下，只要有8个议员跑票，然后这个弹劾案就会通过。那他的跟我们台湾又很不一样，就是说只要弹劾案一通过，好，那么在依据韩国宪法的规定，这个时候只要一旦弹劾通过，送到宪法裁判所进行裁判的时候，总统就停职。好，所以看起来尹锡悦要不然就是现在主动请辞，不然撑不了多久啊。我补充一下哈，就是美国在这次的南韩的政变戒严的这个事件上面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尴尬的哈。第一个，竟然尹锡悦呢胆敢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没有事前知会美国哈。
美国可是在驻韩美军呢有28000多名，而且就尹锡悦的宣布戒严的一个很主要的理由是，国会有一群亲北韩势力哈，他们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那南韩跟美国的军事同盟就是为了应对北韩的威胁啊。那你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竟然敢不通知这个美国，我觉得这就是让美国呢第一时间感到非常的错愕而且意外的地方啊。很快的，因为就是他们在155分钟之后，他宣布了以后155分钟，国会就已经把这个给否决掉了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对于美国来讲呢，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哈。但是尹锡悦为什么拖到今天的凌晨啊，清晨4点多啊，4点27分才出来宣布说啊，我待会会开这个国务会议啊，会这个解除戒严。我觉得我在这一段时间之内，非常有可能美国的角色有介入哈，就是呢，美国也不支持他这样子的决定，使得他认为呢，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澳元的情形之下。内部你的执政党也反你了，好，然后你外部呢最大的靠山呢，美国也不支持你这样的行径，他就真的只好就是摸摸鼻子就认栽下来。而且呢，接下来呢，他们的协商的会议很可能有一方面呢是像左老师所说的啊，在这个人事的衔接上面呢，因为青黄不接的一种状况之下呢，他们只好宣布延期。可是也让我们思考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尹锡悦在拜登的这个任内的时候，美韩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在于核威慑的延伸。哈，南韩呢不是没有表达过希望能够拥有核武器哦，或者是说美国的那个核武器要进驻哦，但是呢，美国在这方面呢，迟的就是不予以承诺，然后就透过这些的会议，或者是说南韩这边的军事将领呢，可以上美国的这种核子航母啊、核子潜艇呢来做视察啊，表示双方的一种结盟的关系。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南韩拥有在军事上的主导权，他现在没有军事上的主导权嘛？主导权在美军这方面，而且呢，竟然拥有军事主导权的情况之外，还能够掌握到核武器的开关的话，他今天的这一出的戒严令可能会演变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后果。我觉得那真的是不可想象的，那才是难以收拾的。我们进上广告。昨天第一时间我们看到南韩宣布戒严，大家都傻了哦。这个在社群媒体上面，很多人都在 po 文，很多人都在问说这是不是假新闻，因为觉得不可能。可是第一时间在这个 Stress 这个民进党团的这个应该算是他们的账号哦，这个是真的。有人 po 这一篇文哦，而且整在上面停留了超过20分钟哦，写说哦，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哦，所以哦，这个总统宣布全国戒严。台湾的立法院蓝白各种删国防预算、违宪扩权、瘫痪大法官、恶修财划法、恢复年改啊、鸟笼选罢法，巴拉巴拉巴拉，连这个什么王义川都写上去了哦，不要怀疑哦。无时无刻，我们都在抵挡世界等级的暗黑势力侵蚀这个国家。那时候我想说，哇，这个谁写的啊？这个是民进党中央或者是党团的人写的吗？很多人在底下也留言质疑说，这到底是哪来的幕僚，还是党职人员呐？那也有人说，这个党也是有点蠢。现在戒严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连美国都觉得莫名其妙，都跳脚。你居然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哦？还想来个正面效果，那当然很快的，这篇文被删了。我们来看看报道。戒严又解严之后，一早南韩釜山街头，民众多半回归正常生活。民进党立院党团社群发文写到，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总统尹锡悦为了维护自由宪政体制，紧急宣布全国戒严，并将事件连结到立院预算审查，痛批蓝白是黑暗恶势力侵蚀国家。而政治评论员吴静怡也写到，南韩给总统一个对付国会乱象强而有力的示范，这样类比贴文部分被洗版出征，蓝营更要赖总统负责，绝对不容许台湾发生戒严。我们也静待这2天，韩国国会所发出的弹劾令给赖清德引以为戒。
就算第一时间民进党团紧急删文，仍止不住炮火，随后凌晨再发声，表示民进党是在戒严期间成立政党，深知戒严对民主社会强害，只是转发国际资讯并与国内政坛比照，绝无支持戒严的意思，反呛质疑者杯弓蛇影，过度渲染，大可不必。把戒严当作一个玩笑话，然后不断的在挂在嘴边附送。那他们其实在一直讲这句话的同时呢，只要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这锅谁要扛？不少网友矛头对准小编，说已经输过太多次包，应该开除。民进党的社群的发文，我们会严格的来审视检讨。只有权力能够有效的监督制衡，才能够防止这一种总统个人滥权情况的发生。黄国昌谨慎发言，拒绝选边站。所以刚刚沈伯洋在讲什么啊？其实我听了他讲好几遍，其实我是听不懂，因为昨天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当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尹锡悦他们这整个南韩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国民党是站在一个很谨慎的态度，就是说大家都在关注南韩的状况，因为我们也很怕说，那万一这个态势变得没有办法控制，那万一有死伤的时候，那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就邻近国家的一个主要政党，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那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尽快的能够结束。好险，昨天就是这些国会议员190个人，然后就尽快的解除这样子的危机。所以大家就其实昨天包含我们党团的，我们今天早上都很多人都睡眼惺忪说，昨天一直撑到就是他们投完票之后大家才睡觉，因为很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昨天其实国民党是在民进党有任何反应之前，我们是没有去发任何文章的，而且我们国民党的成员是没有去做任何的表态的，因为我们觉得时机不宜，要先看这整个状况发展到什么程度之后，我们才做正式的表态。就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且它可能是一件它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连锁效应，所以作为一个主要的政党，话不能乱讲。可我们突然看到的是几件事，第一，民进党的党团，你要看到它上面是 DPP Caucus， 它是民进党的国会Caucus， 它的党团，所以它是有官方身份的党团。他直接讲呢，帮尹锡悦背书，说呢这是守护自由宪政体制，所以宣布戒严。好，第一件事这就不对了因为当下尹锡悦就当下的状况是，尹锡悦宣布戒严的时候，连尹锡悦自己的政党的领袖党魁都反对，是好，所以是当时是只有尹锡悦跟他的国防部长是支持的，剩下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情况，所以他所说的东西是完全不对的，而且尹锡悦他声称的所谓亲北韩势力操控，那是他个人自己的片面说法。其实他就是单纯的支持度低，然后他太太的问题、贪腐的问题，还有他觉得因为其他就是说，因为他是少数，所以呢，其他这个多数的议员、国会议员可能对他有一些删一些预算啊，然后可能有弹劾啊，有杯葛，所以他就要戒严。所以以这样子的理由戒严，其实是很荒谬、很反民主的一件事情。但民进党的党团竟然在第一段就等于是帮他背书，而且他对照我们台湾的状况。然后第二段他开始把戒严这件事情类比到台湾的立法院，然后呢开始说国民党跟民众党就像是这些跟北韩势力操控一样，好，我们就好像把什么中共同路人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又扣在我们的头上，然后呢，甚至把百般刁难王义川就职，有吗？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想说，谁刁难王义川就职了？所以呢，还有什么？N 次阻挡小铺国安提案，小铺就铺马，所以我意思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自己同温层的讨论。好，最后呢，他就讲说呢，无时无刻在抵抗世界等级的暗黑势力侵蚀这个国家，他的言语言外都是在讲说，我们应该要效法这个尹锡悦，好，也要透过类似这样戒严的手段，要更激进的然后呢来对付这个在野党，这是有强烈暗示因为在这个留言串底下有非常多人附和说，对，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戒严，我们就应该要效法尹锡悦。所以其实今天早上有很多人督促，或者是跟民进党党团说，你们可能要道歉一下，不是只有删文就算了。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某种程度，民进党是没有道歉的，吴思瑶没有道歉哦。今天早上有记者会，记者其实三问这些党团的这个干事长3长，是不是应该要适时的道歉？至少你要道歉，他们不道歉，他只说民主绝对不能不走回头路哦，删戒严文就是我们的立场。很强硬。我觉得其实在那一篇那个 DPP 的党团的文里面，他在讲说在野党违宪扩权这件事让我看了觉得非常刺眼。好，我们常常说好想赢韩国，我们看韩国宪法给国会的权利是什么韩国宪法第61条说，国会有调查权，可以要求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可以要求到国会作证，提供这个证言然后呢，韩国的国会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建议免职权。好，国会过半数同意就可以要求解除总理或者是国务委员的职务。韩国的国会不是监察院韩国的国会它就可以弹劾相关的部会首长，甚至也可以直接弹劾总统。这个我们立法院有，但是部会首长我们没有。好，所以其实这不是什么违宪扩权，这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应该要有的权利。那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其实民进党以前是这样主张，只是在恢复民主国家的国会正常该有的权利，结果被民进党党团讲说是违宪扩权，甚至反过来还拿出来开玩笑说，所以这个主张戒严有正当性，我觉得实在太夸张了，完全没有民主素养。老师，对，的确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一次的导火线其实就是国会针对这个我们之前那个他的这个上宾死亡的事件开始展开调查，以及后续可能对他的这个第一夫人展开调查的事情，但这个其实凸显的是韩国的国会是有真实的权利的。那包括他包括能够使这个部长去职的这件事情，但现在下一步应该是说到，如果在总统没有办法继续担任总统的时候，谁会来这个接任？在过去，因为其实韩国这个总统被弹劾有好几次案例，包括朴槿惠，包括这个卢武铉。那卢武铉那一次的时候，他最后是宪法法庭裁定他没有通过，所以他继续担任总统。可是朴槿惠那次就被裁定通过了，那所以朴槿惠就去职。这2次都是由国务总理来继续来担任这个代理总统的职位。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一方面国会有很强的权力，二方面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他那个程序里头由宪法法院做最后的裁决，可是宪法法院呢，他9位这个大法官，9位宪法法院的法官，3位是国会推荐的，3位是这个司法院长，就是他们的这个最高的大法官来推荐的，还有3位是总统直接任命的。所以这里头其实他就可以保证说，这个宪法法院的裁决最后是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他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仲裁者。我觉得这个过程里头其实也是我们要注意的。虽然现在9位里头有4位是尹锡悦所任命的，但是这里头只有1位是他自己去决定的，其他是就这个大法官来推荐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就可以确保说大家可以信赖这个宪法法院的裁决。我补一句话，就是刚刚民进党党团也讲说，现在的提案国民党的提案在瘫痪大法官其实，在韩国宪法113条就规定9位大法官，如果你要做成违宪的决定，需要6位。好，虽然国民党现在做的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嘛，好，为什么这样子叫做瘫痪大法官呢？这不是笑话吗？对照一下，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进一下广告。